接下来我们要来持续关心的是，川普这一回要连三霸当总统。如果真的连三霸的话，代表就是要违宪称帝再起了。那另外一方面，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关门到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28天了，是史上次长的一次。造成的是100万人现在呢断粮失业，全球最大的乱源正式成型。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今天的火线话题3个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川普现在确实有第3任期的一个梦哦，正式的曝光了。难道他是真的要打破宪法来当终身的总统吗？连川普的军师都证实了，确实正在酝酿第3任的计划哦。这是美国版本的称帝序曲吗？第二件事情，美国一直关门到现在，已经造成了100万人无薪放假哦。最严重的事情是，连航管员都得兼差开启了 Uber，4000万人还领不到粮食补助。根据了解，11月1号正式开始，他们就会完全拿不到任何的补助了。现在民怨都冲天了，川普还说都是民主党的错。第3件事情，大家都没有饭吃了，川普却在这个时候砸下换算新台币92亿元来翻新白宫的东翼哦，说是要让美国更体面。但是美国真的能够再次伟大吗？今天我们都会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川普这一回的亚洲行重头戏川习会还没有登场，我们看到他就已经在想着，他要再做第3届的总统了。他对着受访的记者，当时问到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理论上我可以用副总统身份再度参选，然后呢，总统去做请辞的话，我就可以再来接任总统。但是呢，我认为这样太取巧了，不合适，不考虑这么做。因此呢，他还点名了。包括了说，我还是有接班人的，副总统范斯跟国务卿卢比欧啊，都是我心中的潜在接班人。如果川普真的想要做第3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国会2院必须要有2/3通过修宪，才有可能让他来竞选第3任的总统。但是来自于 BBC 的最新爆料，确实前白宫的首席策略师，也就是这个之前川普的军师哦，班农他就公开说，确实啊，川普第3任的计划现在正在秘密的酝酿当中。真的吗？他要做第3任，他会打破美国的宪法规定，或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达成他的目的地吗？但是问题是，美国人会愿意接受一个终身总统川普吗？大师怎么看？你说川普没有动心，我不相信。川普事实上他是想啊，他不要说第3任了，我想他干终身总统他都很有意愿所以他这个帝王思想很强，而且他这种责无旁贷啊，天下兴亡啊，非我一人莫属啊，这种气概啊，或者这种劣根性是很强的。那我们中国老子的学说啊，那个是震惊全世界。然后德国人以前在那个17、18世纪哲学家一听到老子讲话，哇，他就是这个全世界最聪明的人。老子有一句话，我就想用在这个地方，叫什么？老子说啊，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就是说有人想要干圣人的话，那就有人一定要把他吹翻，而且他要做圣人的过程中，一定把很多社会反对他人打成大道。所以呢，川普现在就是当圣人啊。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他也想了很多办法。记者啊一问他，我认为川普那个讲法就用露馅，也就是说，哎呀，我可以以副总统，然后呢选上了总统辞职，我就再干第3任。这已经是他下面他叫他的律师团帮他想出来的很多方法之一个，只是说此法不妥。以我这种圣人的话，此道小道而已，不足取也。他还在想别的方法。那你说他是不是可以做到？是可以的。美国这些律师都很厉害他会想很多方法。美国这个国家是律师在里面玩弄出来的一个国家那到时候要怎么玩不知道。可是呢，这个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对美国的历史上一个冲击，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川普的情况就变成这样子他对人民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那美国的老百姓支持他的也是爱之欲其生可是反对他的是恶之欲其死他事实上他一个人就代表美国的分裂，也就变他如果将来他硬要干美国第3任总统的时候，会有一群死忠的人会支持他，然后一群死要把他拉下来的人也会反对他，这2派人就会干起来了。
所以呢，川普这种搞法，把美国搞到个人崇拜，搞到这种君王制啊，事实上他算是美国历史上的始作俑者了。那我看还没有美国有这种总统，他算是真的是破天荒第一位也怀有帝王思想的美国总统。可是呢，他如果真的要选第3届的话，那基本上美国这个社会会先乱。还没有选举的时候，我看美国两派人可能就会拼得你死我活了。所以呢，川普不过川普是这种人他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所以恭喜美国出现了一个那个怀有伟大梦想的帝王思想的总统。好，川普的帝国梦已经造成了美国自己内部很严重的分裂。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确实美国除了内部现在分裂之外，政府的关门已经进入到28天了。上一次呢这么长的记录是35天，所以这算是第2长的一次记录了。好，受影响的有哪一些部分呢？包括了这些联邦公务员超过140万人，其中67万人到现在还在被迫休假，还有另外73万人是无薪的来上班的。再来就是有许多的人因为没有薪水，所以他们现在都是靠着领这些食物补助券4000万的低收入户呢，现在的问题就是11月起恐怕都会领不到了。最后是来看到的是川普把这一些问题全部都归咎于是民主党，他说是民主党这些政敌阻挠预算通过，才会导致政府至今仍然持续瘫痪。上志哥怎么看？民众还撑得下去吗？看来这一次有关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关门有可能会破纪录为什么讲？现在已经28天了上次最高纪录35天。因为我们要看现在包括所谓的这个美国国会的部分，针对于包括预算方面，其实还是打死结，并没有开始已经趋向一个具体一致的意见，准备要开门了以上次来看的话，大概前1个礼拜，至少美国国会就集中了，现在还没有，所以看到很麻烦。而以美国联邦政府这件事情关门扩散出去的影响，除了刚刚其实思敏提到了，好多人没有办法上班，然后上班的这些军公教所谓的，他们也都领不到钱。最重要是有太多所谓各州政府跟联邦之间，特别涉及到跟金钱补助的东西都会卡住了。所以我们现在放眼望去，整个美国社会怎么说呢？在基层民生的方方面面，依着这个联邦政府关门，所以非常非常的破碎。那个破碎的部分，包括弱势领不到钱。除此之外，联邦各州跟所谓跟联邦之间的关系现在变得松散，乃至于紧张。因为现在包括川普对于几个看不顺眼民主党执政的部分的州，包括他们本身的州所在地，这个所谓军队随时要派驻，这就使得现在还不至说只是联邦政府关门，是联邦跟各州之间的刚刚又松散又紧张又破碎的总体的行政关系。你说要怎么收拾？虽然不是说不能收拾，但是未来要收拾起来真的很麻烦。而且目前围绕着这一切的大家关系的麻烦点在于，现在很多都诉诸司法。也就是说，不只是川普本身的关税合不合法这个大的事情，包括各州之间在官司，不知道是几百个官司，包括民间团体的，很恐怖所以这里头其实都是万千之结。当然，从川普的霸主来说，他根本不在意，最后还是有官司会帮他去打。但我们来看，为什么会影响这样的问题，就是到底美国社会最近怎么到这样的地步？我认为很大的关键真的是跟川普他的整体的执政团队有很大的关系。众所皆知，都是有钱人，80%以上的他核心的幕僚都是几亿的部分的美金，最穷的大概就是国防部长赫尔塞斯比较穷除此之外他大概就有几百万美金的身家，其他都上亿的。你知道这些所谓的，包括我们都印象中过去美国的蛋不是很贵的时候吗？所有的川普政府大家都不在意，因为这些亿万富翁谁会在意你蛋涨多少钱啊？所以再加上现在我们看美国的经济本身呢，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从华尔街来看，第一个，政府关门形成的这个美债本身的问题是最大的黑天鹅，随时爆发。除此之外，现在 AI 的泡沫很严重。怎么说呢？现在辉达跟 AMD 大家投资 OpenAI 说我拿到了钱要去跟甲骨文买他们的部分的计算机，然后甲骨文的部分的云计算要回过头来跟辉达买他们的晶片。这个本身的 AI 的循环泡沫真的很严重。
哪个地方现在看起来很合理，但哪个地方一卡住，当然后来发现 AI 只花钱不赚钱的时候，这个泡沫一破的时候，就会使得刚刚前面讲社会政治的问题会连带的更加严重。简单最后来讲是，现在整体我们看整个内阁阁员的状况的问题跟整个结构，这是川普政府所独有的。但这些问题后面会如何汇流资本圈的？联邦政府跟民主党的斗争的，乃至社会这些破碎的问题，即使川普无视这些问题所在，但一旦巨大的汇流，恐怕也不是联邦政府开了之后短期之内能够解决的。好，这个社会政治一直到内部经济的各种问题哦，确实现在美国内部就做了一个最新民调，到底大家还支不支持他呢？我们现在来看到最新的路透社民调，支持川普现在是42%，不支持的人有56%，但是川普有在理这些民调吗？我们来看到我刚刚说这个食物券4000万人从11月开始就会领不到了，但是川普仍然是花大钱哦，这一回呢，他要重建的是拥有120年历史的这个白宫东翼的宴会厅，他把它整个拆掉，然后再重建，要花多少钱？3亿美元，换算新台币大概是92亿哦，要来搞它的宫殿翻修。那面对到民众的这些痛苦，他说：“根本就没有啊，美国现在内部完全没有任何的通膨问题，这是对内。那对外，他持续的除了打关税战之外，也施压他的盟友要拿钱来投资美国。但是日本的，我们来看到他的是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是为了要讨好川普嘛？他说准备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感觉良好的川普，他会成为全球的乱源嘛？干哥怎么看？”我不晓得现在美国也出现了晋惠帝，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何不食肉糜的典故，对不对？啊，惠帝说啊，人民没有饭可以吃，怎么不叫他们吃肉呢？川普现在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他拆除白宫东翼。大家知道白宫东翼是，如果你有去过华府的话，你会知道说东翼其实最主要的它是给什么？它是给他的幕僚办公用的。而且从1942年。罗斯福当时在战时非常依赖他的第一夫人，所以当时也辟建了第一夫人的办公室。后来这个就到目前为止是80年来成为一个传统。后来川普最近是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我早就想把它给拆了。为什么？因为它又小，然后又不方便，然后看起来又不气派。我觉得白宫东翼本来就是我想要拆除的，而且我现在要盖一个金色宴会厅。金色宴会厅要花多少钱？那你说你好盖宴会厅没有关系嘛？你整修没有关系嘛？一下就要花3亿美金，将近100亿台币。这就有游客那老先生他去白宫第3次，他说：“你吃饱了没有事可以干吗？你怎么会做这个无聊的东西，对不对？”他太太讲得更好笑，他说：“我们已经看到白宫玫瑰园的草坪上面开始铺上地砖了，本来都是草坪嘛，那草坪是一种。”就说美国政府所在一种庄园的那种象征，你铺上了地砖就很奇怪了。那更奇怪是什么？是东翼现在那个怪手旁边撑起了黄色的大阳伞，那看起来以后盖好了就变成什么？变成了高级酒店。他说不会啊，这个我跟你讲，我们就是要现代化，因为白宫东翼的这些办公厅舍都不值得保存，可是很多人就认为说它旧归旧。它是不是应该还是要保存它一定的历史价值？就像我刚才讲，罗斯福夫人曾经在那边办公，给予当时战时他多大的信心跟支持，让他打赢了第2次大战。所以对于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些文物思想的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不对的。那好，那你现在就花在这个，我们现在讲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他准备是什么？他准备要竞选，就是说。在下2028的总统，对不对？他准备的方法，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他就是说，他会搭档另外一个人一起参选，别人是正的，他是副的。等到一当选，那个正的就辞职换他来当。这种奸诈的诡计，如果真的让他得逞的话，我看美国真的他民主也完蛋，也将要玩完。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他到时候他一定会想出新的说法，会认为说我这是合法的。所以你要接受它吗？到时候就看美国人民的智慧是怎么样。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
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